有缘的朋友，你是否注意到，每当你选择退让时，别人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你？为什么你的善良总是换来委屈？让我告诉你，软弱只会让坏人更加嚣张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，没有原则的善良可能会变成他人利用的武器。你的恐惧只会让你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，但当你变得勇敢无畏时，你会发现没有人敢轻易冒犯你，甚至开始奉承你。现实生活告诉我们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坚决反击是明智的选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这个复杂而现实的社会中，善良与退让常常无法换来期望中的理解与尊重。很多时候，人们总是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忍让避免冲突，或者靠着自己的善意感化对方。然而，事实却往往相反，越是退让，别人越是敢于侵犯你的边界，越是表现出善良和宽容，坏人越是觉得你软弱可欺。这样一来，原本是想避免矛盾的举动，反而成了对方得寸进尺的理由。最终你不仅没有赢得他人的尊重，反而成为了他们肆意利用的对象。现实中，很多人都曾遭遇这样的困境，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，还是在朋友关系中，越是包容和忍让，越容易被人忽视和欺负。为什么善良的人反而总是受委屈？这不是偶然的现象，而是源于人性的一种本能，欺软怕硬。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，天生会对强者表现出敬畏，而对弱者则容易产生蔑视或轻视。那些习惯于一味退让的人，往往被视为容易被控制和操纵的对象，反而为他人创造了利用和欺凌的机会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善良本身有错。善良是一种美德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善良缺乏清晰的底线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它很容易被误解为软弱，甚至被恶意利用。没有原则的善良，最终不仅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还可能成为他人攻击和压迫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善良的你必须认识到，唯有在坚守自我、果敢应对时，善良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，而不是让你陷入痛苦和委屈的原因。于是，当一个人不断表现出软弱和退让时，结果往往并非获得他人的体谅与关怀，反而更可能激发对方的欺凌行为。这种现象在许多场景中都有体现，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，还是在职场上的权力斗争，弱者的忍让并不会换来尊重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有机可乘，进一步挑战他们的底线。欺凌者往往不会因为对方的忍让而停止，反而会视其为软弱的象征，不断试探，看能走多远。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越退让，欺凌越加剧，直到局面变得不可收拾。这背后的原因源于人性中的欺软怕硬倾向。在社会中，那些强势果敢的人，
往往能够让他人产生畏惧和敬重的心理，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。而软弱的人则常常成为人们心理上试探的对象，他们的谦和与退让被误解为无力反抗或缺乏勇气，这使得那些存有恶意的人逐渐大胆起来，甚至觉得欺负这种人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成本极低，不会有任何后果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破窗效应。一旦人们察觉到某个地方存在漏洞或软弱之处，他们就会觉得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。正如一扇破窗可能吸引更多的破坏者，软弱的人也像一扇破窗，在社会互动中吸引了那些不怀好意的侵犯者。当一个人表现出软弱时，别人自然会认为他是容易对付的对象，继而得寸进尺。这并不是因为那些人天生就是恶人，而是人性使然。当发现某人不会反抗，侵犯的成本极低时，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放肆。而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恶意明显的人，即便是一些表面上没有恶意的个体，也可能在潜意识中对软弱的人缺乏尊重。他们或许不会进行明显的欺凌，但会在交往中无意间表现出漠视、忽略，甚至是轻蔑。软弱的表现不仅会吸引那些有意伤害你的人，甚至会让那些本应是友善的伙伴不自觉地对你产生轻视，进而使你在人际关系中处于更为被动和不利的位置。这时，忍让和回避往往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应对策略。许多软弱的人在遭遇不公对待时，选择了默默忍受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反击。他们担心，如果选择强硬的反应，会进一步加剧矛盾或招致更大的麻烦。然而，事实往往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他们一再选择沉默，才让欺凌者更加大胆，认为可以继续压迫。这种畏缩与隐忍的态度，反而成为了对方肆无忌惮的许可。因此，软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相反，只有在面对侵犯时，果断地捍卫自己的权利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社会并非总是公平的，软弱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忽视、被轻视。唯有展现出强硬的态度，才能阻止他人继续侵犯。这不是提倡暴力，而是提醒我们，适度的反击和坚守自我边界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能力。善良本应是美好的，但如果缺乏勇气与果断，它可能反而成为你被欺凌的根源。于是，尽管善良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美德，但它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成为伤害自己的源头。如果一个人的善良没有底线，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，那么他往往会被别人视为软弱。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会利用你的善意，逐渐蚕食你的利益，甚至对你实施打压。而这种毫无防备的善良，不仅不能带来和平与理解，反而让你暴露在攻击之下。因此，善良并不等同于一味的忍让和牺牲自己。真正的善良需要力量的支撑，只有在你足够强大时，
善良才不会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，而是一种可以被尊重和珍惜的品质。生活中，我们常看到那些在遭遇不公时毫不妥协、勇敢捍卫自己的人，反而更容易赢得周围的尊重与认可。因为他们的善良不仅是对他人的关怀和理解，更包含了对自身价值的坚定守护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需要的是内心的强大。一个强大的人，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挑战，都能保持冷静的判断力和坚定的意志。他们的善良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或诱惑而轻易妥协，而是在面对不公时敢于说不。这种强大的内心力量，不仅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让他们在面对欺凌和压迫时，能够果敢回击，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。其次，善良必须与理性相结合。盲目的善良常常让人失去应有的警惕性，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操控。因此，真正的善良应该建立在对事物本质的清晰理解之上，而不是出于对冲突的畏惧或对人际关系的过分顾虑。一个善良而强大的人，不会让别人轻易跨越自己的底线，也不会轻易让步。他们懂得分辨谁值得善待，谁必须保持距离。这样的善良才是一种健康、充满力量的品质。此外，真正的强大不只是外在的强势表现，更是一种自信的态度。当你足够强大时，周围的人自然会感受到你的气场，他们不敢轻易冒犯，因为他们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欺负的对象。这个时候，善良就成为了你的光环，而不是弱点。你的强大不仅让你能够有效抵御外界的伤害，还能让你更加从容地施展善意。当你不再畏惧别人的侵害时，你的善良会变得更有力量和深度，能够真正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，而不是被恶意者利用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强大与善良并不冲突。相反，只有当一个人足够强大，他的善良才不会成为自己的负担，而是带来真正的价值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，不仅能够保护自己，还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，推动周围的人和事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这种强大的善良，既是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他懂得选择，懂得拒绝，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迷失自我。归根结底，强大与善良的结合，才能构建出真正有力的生命姿态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保护自己、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，同时也应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这不是对立的两面，而是相辅相成的力量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现实中立足，既不失去善良的本质，也不让自己沦为被动的牺牲者。所以，在生活中，除了善良与强大的内在力量外，提升自信和塑造强大的气场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。很多时候，人们的行为与态度是对你的自信程度和气场强弱的直接反应。当你展现出坚定和自信的姿态，
别人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，甚至不敢轻易侵犯。而当你显得犹豫不决、胆怯退缩时，周围的人则会察觉到你的不安，从而认为你是可以轻视和操控的对象。提升自信并不只是表面上的行为改变，它源于对自我价值的清晰认知。很多人在面对压力或冲突时，会因为内心的不确定而显得软弱，甚至主动放低自己，试图通过迎合别人来减少冲突。然而，这样的表现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缺乏底气，进一步加大压迫的力度。因此，自信的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。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相信自己有资格获得尊重，并且有力量维护自己的立场。自信的提升不仅仅在于内心的自我强化，还体现在外在的表达上。你的肢体语言、眼神交流、语气语调都在传递着你内心的自信程度。眼神的坚定能够直击对方的心理，给人一种你无所畏惧、稳重自若的感觉。试想一下，当你与别人对视时，如果你目光游离或不敢直视对方，往往给人的印象是你心虚或没有主见。而当你能够自信地注视对方时，即便对方试图压制你，也会感到一丝不安，从而不敢轻易越界。此外，学会在沟通中沉着冷静，也是提升气场的重要方法。很多人在谈话中为了避免冷场或紧张，习惯性地不断填充对话内容，试图通过持续表达来缓解压力。然而，这种行为往往会让你显得急躁和缺乏自信。相反，适当的沉默与停顿能够传递出一种稳重感和控制力。尤其在谈判或提出要求时，敢于沉默，敢于让对方思考和回应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沉得住气，才能掌握主动权，给予对方无形的心理压力。一个拥有强大气场的人，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还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灵活应对。他们的自信来自于内心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。气场的强弱不仅仅影响你个人的状态，也直接决定了他人对待你的方式。当你表现出自信和坚定时，别人自然会对你保持应有的尊重。反之，当你显得懦弱不堪时，周围的人往往会对你不屑一顾，甚至利用你的弱点来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在提升自信和气场的过程中，语言的使用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许多人在表达意见或提出要求时，常常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，例如可能、差不多、应该吧等。这些词汇让人感到不确定，缺乏力量。而当你使用明确而坚定的词汇时，如必须、一定、肯定，对方不仅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，还会对你产生更高的信任感。语言的力量源于它传递的信息，而清晰有力的表达会让你显得更有自信，更具掌控力。提升自信与塑造强大气场的过程，也是逐步剖析和突破自我限制的过程。你需要面对内心的恐惧与不安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，
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。无论是通过心理学的学习，还是实际生活中的历练，唯有不断地挑战自己，打破舒适区，才能在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时更加从容不迫。这种成长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和实践，逐渐建立起强大的内心世界。当你真正掌握了自信与气场的力量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困扰的人际矛盾、职场冲突，甚至是个人发展中的瓶颈，都会因为你的改变而发生转机。自信与气场不仅是个人魅力的象征，更是抵御外界侵害、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武器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，唯有不断提升自我，才能真正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，并在各种局面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，在提升自信与气场的同时，了解心理学和洞察人性也是自我成长的重要工具。人际交往和社会竞争的本质在于对心理与人性的掌握。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心理机制，能够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复杂局面。人性复杂且多变，其中的弱点和阴暗面尤为值得关注。无论是职场中的权力斗争，还是个人关系中的冲突，许多人常常因为忽视人性的基本规律而陷入被动，甚至成为被利用的对象。心理学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如欺软怕硬、得寸进尺等。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。那些看似随机的欺凌和不公，实际上是人们基于对彼此弱点的洞察所做出的策略性行为。当一个人表现出软弱或顺从时，周围的人往往会通过不断的试探，逐渐突破他的底线，直到完全掌控他为止。著名的破窗效应理论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现象。该理论指出，当环境中的某个细节被忽视或被容忍时，往往会引发更严重的破坏行为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展现出软弱或无底线的善良时，周围那些有意利用你的人会觉得自己有机可乘，并开始变本加厉地侵犯你的权益。这种现象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发生，在社会中的许多层面上也都可以观察到。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实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将自己置于一种任人摆布的状态下，观众们最初的谨慎很快被打破，一旦有人开始越界，其他人便迅速加入，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。这一实验揭示了，在人们觉得自己不必承担后果时，潜藏的暴力和恶意会迅速浮现。这背后反映了人性中的一大特点，在人际交往中，人们往往会依据对方的表现调整自己的行为。如果对方软弱无力，攻击与操控的倾向就会增强。相反，如果对方展现出强大的心理防线，攻击者则会有所收敛，甚至退却。正因如此，了解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的关键。人性并非全然黑暗，
但其中隐藏的恶意和自私常常在适当的条件下被引发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，人在面对利益冲突时，常常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设立清晰的边界，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。如果你总是期待通过退让或妥协来化解矛盾，那么你只会被一步步推向更为不利的境地。理解人性的这一规律后，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洞察人性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他人的恶意，还在于更好地理解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人性混合体，既有善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。心理学帮助我们深入剖析自己内心的动机、恐惧和欲望，了解这些隐藏的情感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。只有在真正理解了自我的内在运作机制之后，我们才能更加冷静、自信地面对外界的压力，并在关键时刻做出理智的选择。此外，学习心理学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与动机。很多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源于误解与不信任，而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读懂他人的情绪，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，避免不必要的纷争。比如，当你能够察觉到对方的潜在需求时，你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，甚至通过适当的反应来引导对方的行为。这种心理洞察力能够帮助你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不再轻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或操控。理解人性的复杂性，还能让我们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人的错误与不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，当你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轻易被他人的负面行为激怒或困扰。相反，你会更懂得如何保持情绪的平衡，合理应对他人的不当行为，同时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果断设立底线，避免过度妥协而失去自我。心理学与人性洞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应对生活挑战的有效工具。通过理解人性中的规律，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待周围的世界，并找到更加智慧的应对策略。无论是提升自信、建立强大的气场，还是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些都与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密不可分。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心理学的原则，便能在任何环境中游刃有余，既能保持内心的平衡，也能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，最终实现真正的自我强大。最终，通过学习心理学与洞察人性，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我防护能力，还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。理解人性中的阴暗面，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冷酷无情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清醒，找到平衡点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在不断应对挑战、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完成的，而只有当我们学会理解和运用人性，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单靠善良与忍让是无法长期立足的。我们必须在善良与坚韧之间找到平衡。
在自我防御与适当的攻击中间找到自己的立场。过度的退让只会削弱自我价值，带来更多的伤害。相反，适时地展现出力量与自信，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与理解。这并不是一场充满敌意的对抗，而是通过理解人性来建立起一种健康的边界感，确保自己不会轻易被他人侵犯或利用。我们要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果断设立底线，让别人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容侵犯的立场。这并不是为了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善意不被滥用，确保自己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能够有尊严的生活。只有当我们强大起来，才能真正去帮助他人，也才能让我们的善良散发出更有力量的光芒。回顾那些在人生中不断遭遇不公与欺凌的人们，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出在他们的善良，而是在于他们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保护。善良并不意味着软弱，坚强也不代表冷漠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，就能够以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起伏。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面对什么样的人，都应该时刻牢记，尊重自己，设立边界，不惧怕任何外在的压力与威胁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，赢得他人的尊敬与珍惜。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但当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善良与强大之间找到平衡，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困难不再那么令人畏惧。即使偶尔遇到挫折，也能从容应对，坚韧前行。善良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核心价值，但唯有强大，我们才能确保自己的善良不被消耗殆尽，才能在风雨中依旧屹立不倒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强大和清醒。每一次与世界的碰撞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既能保有内心的善良与温柔，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成为那个既善良又强大的自己。在这条自我成长的路上，愿你能勇敢前行，成为自己真正的主宰者，不再惧怕外界的风雨，坚定而无畏地走向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